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不用买籽就可以直接种植的青菜。这种方法很适合现在疫情的期间，大家比较少出门买菜，或者是在冬天下雪天不方便出门，或者像我们这种美国比较乡下的地方，1-2个星期才出去买一次菜。主要这种方法就是将买来的青菜切掉要吃的部分以后，留下底部，再利用水培法让青菜重新长出新的根。现在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常常使用的几种蔬菜。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青江菜。青江菜切了之后，留下下面的这个部分，把它拿来泡水，水不能装太满，然后放在有阳光但不直晒的地方。放1-2天之后呢，就会看到最外面的那一层，有些会皱起来，有些会有点烂掉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些最外层的这些拔掉。每天也记得一定要换水。中间慢慢长出绿色的新叶子之后的2天，就可以放在有阳光直晒的地方。再经过大概1个星期左右，就会发现底部开始有白白的小根出现。这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水的干净，然后注意有没有烂根或者是茎烂掉的地方，有的话一定要拔掉，然后换水。如果忽视这一点的话，就很容易失败。等长到叶子成型的以后，根也确定长得不错，就可以直接种在土里。我是直接种在我外面的小暖棚里面，因为菜虫还有无壳瓜牛，也就是所谓的鼻涕虫，很喜欢吃青江菜，所以我就撒了这个弄碎的蛋壳。你看现在长得还是不错的，整个生根的过程大概就是7到10天左右。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洋葱。洋葱也是很好的一个储粮食材。通常我们切完洋葱之后会剩下这个部分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它们放在湿润的土壤里面，很快这些洋葱就会在中间长出绿绿的新叶子。那如果买来的洋葱根部比较老，或者是已经被切掉很多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放在水里，因为它本来就有根，所以比刚刚的青江菜还要容易重新种植。洋葱跟青江菜一样，每天一定要换水。如果不是白洋葱的话，水很容易变色，或者是变得浑浊。如果发现最外层有烂掉的趋势，一定要拔掉。所有这种再生蔬菜，在一开始的前几天，一定不要让阳光直射，要放在间接有阳光的地方，几天之后才能让它们晒太阳。我的做法呢，是先让洋葱长出一些新的根之后，再直接种在土里。因为现在外面太冷，我就把这些洋葱种在小暖棚的土壤里面。第3个要介绍的是胡萝卜。外面卖的胡萝卜呢，有些是有带叶子的，有些没有，2种都可以用再生的方法重新种植。如果在天热的时候做再生，有带叶子的这种胡萝卜种在土里面，很容易就开花结果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胡萝卜的籽收集起来，让它重新育苗。如果是没有带叶子的这种胡萝卜呢，就必须把胡萝卜切下以后，然后把这个底部泡水，慢慢的它也会长出新叶子，然后再长出新根。我在12月的时候收了最后一批的胡萝卜，所以我就把它切下来，用水耕的方式让它们重新长根。你看现在经过6天，根终于长出来了。这个过程也是要常常换水。一旦发现叶子开始枯萎，或者是水的颜色变浑浊，甚至发臭，就要把这个胡萝卜丢掉，然后换上新的水。萝卜等到下面有点黏黏的了，虽然水看起来还很清澈，但这个时候就要把它种在土壤里面。经过几个月后，又会有新的红萝卜可以拔。所以呢，也是省下一开始育苗的时间。因为胡萝卜的育苗时间比较久，所以这样的方式呢，很省时也很方便。那这种年轻的胡萝卜的叶子，很多人也喜欢摘下来做沙拉点缀来吃。接下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大白菜。大白菜秋冬的时候很便宜，也比较甜，
吃火锅什么的用量也比较大，所以我通常在打折的时候会多买一些，放在冰箱储存的话，有时候最外面那一层容易烂掉，所以我就买来先剥几层，然后煮来吃，剩下的我就这样让它底部泡水，放在有阳光不直晒的地方，然后底部的这个接触水的地方要清干净，不然容易发烂。那有些品质不好的大白菜可能一开始就会发烂，那可以就直接丢掉。大白菜通常有很多农药，所以这种再生法可以让大白菜的农药借着根部慢慢释放出来，经由每天的换水，大白菜的农药含量就会减少很多。我们都知道菜农种菜很辛苦，所以我们可以多买几颗放在家里，就做这样的处理。随时要吃的时候呢，都会有新鲜的大白菜可以食用。如果只是像我这样泡水，大概3到4天就会开始长根。然后如果是用这种水培法的话，3个月就让它这样子泡水都没有问题。根如果太长了，也可以修剪修剪。等到冬天快要春天的时候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就可以把它们移植在土壤里面，让它继续种植。最后要介绍的是高丽菜。高丽菜跟大白菜很相似，就是在秋冬的时候很甜，也比较便宜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把最外面剥掉几层，然后放在容器里面，让底部泡水。大概3到4天就会开始长根。大白菜还有高丽菜都是一样，外面那一层会比较绿，里面比较白。经过再生之后的叶子呢，你就会看到比较绿，然后也比较脆。在阳台上多种几颗，让农药慢慢的释放出来。吃到的青菜呢就比较健康，也比较新鲜。蔬菜的水培法一定要注意，水要定期更换，不然的话容易生绿色的青苔。然后尽量不要让根部见到光。所以我通常会用这种喝热茶或者是咖啡的时候，这种防热的套子套在上面。或者你可以用不要的袜子把它剪短套在上面，这样根就见不到阳光，就会比较健康的发展。这些蔬菜都是我们家里常见的食材，利用菜生菜，省去了用种子育苗的时间，很快就会有新的蔬菜可以食用。而且我发现这种再生出来的蔬菜，在热天的时候，如果种在外面的土壤里，很快就会开花结果。把种子收集起来，可以为下一季的育苗做准备，又省钱又方便，也是废物利用的一种方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以菜种菜的经验分享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你也喜欢种植，可以关注或订阅我哦，拜拜。